What is your dream？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没有靠山，没有经济的依赖，没有家庭背景，我们只能靠自己。可能你不会被支持，可能你会被嘲笑，可能他们会告诉你你不可能，你是放弃，还是你继续坚持和相信。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让我认识你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上你的名字，你来自什么地方，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写在下面。So, let's go.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其中一个梦想。我在今年2019年实现了一个我觉得我最感动的事情，就是荣获马来西亚10大杰出青年。我收到很多朋友的询问，他说 Keda， 你已经拿了好多的摄影奖，在国际上，在亚洲，在西方国家拿了很多，那这个奖对你来说又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一个奖对你和其他的一些摄影的奖项又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同的感觉？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我这边播放以下一个视频给你们看。我最后一定要替所有的朋友问一句话：当结婚的人啊，单身不是，不问你永远单身最好。那个拿金曲奖的感觉，跟今天拿到10大杰出青年金手奖的感觉，什么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！不一样在哪里？这个比较爽。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比较爽。这个是萧敬腾荣获10大杰青的时候的一个视频，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不一样，真的是和我其他的国际影像的奖项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是对于你在专业工作领域上的卓越成就，然后呢你对社会做出的贡献，然后去影响更多的年轻人，成为他们的学习楷模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高荣誉的成就。那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小小的梦想，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终点，这个只是一个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奖项是一个使命，它是一个责任，它是你怎么样再去未来能够去做出更大的贡献，怎么样去影响更多的人，怎么样带来我们的身边，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美好。所以这个是一种责任。其实我在小时候就知道有这个奖项，就是我在看电视上看报章报道，曾经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人都荣获这个奖项，比如说我们的羽毛球英雄Dato' Wira李宗伟，然后还有阿牛，还有戴佩妮，还有比如说国际的明星成龙，杨紫琼，梁静茹，王光良，很多，然后包括刚才萧敬腾啊，还有刘德华、张学友，他们都是10大杰出青年的得主。那所以我在以前就觉得哇，这个非常的高的荣誉，能够在我的影像领域成为唯一的一个荣获这个奖项的，我觉得我非常荣幸，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。我觉得在我们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，当然也有很多是我们的贵人，所以我很荣幸，我也遇到了一位马来西亚的10大杰青，他是叫做 Kelvin Q， 那他是一位企业导师，他是欧艺捷青商学院的创办人。那就是因为在我的人生中遇到了这位导师，然后他提名了我，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，那非常感恩。那我和他一样，我们出身寒门，
没有靠山，没有经济的依赖，没有家庭背景，我们只能靠自己。我唯一有的东西就是我相信我的梦想。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想要看到他才会相信，尤其是当你跟他说你有什么目标，你有什么梦想，然后呢，可能你不会被支持，可能你会被嘲笑，可能他们会告诉你你不可能。那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看到你实现了任何的东西。但是当你在努力的过程中，你会经历这一些的人的眼光。可是我不一样，我觉得我相信了，我才看到。我相信的是，我们相信一定会看到我们的未来。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的梦想，你的未来，你相不相信你的努力会有所成就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有一句话呢，叫做因为相信所以看见，因为梦想所以远方。那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？因为我的梦想是到全世界，我的梦想是让所有人都看见，我的梦想是把马来西亚带到所有的地方去，用我的影像，用我的摄影的作品，然后一直不断的坚持再坚持。所以当我看回去这13年，我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。所以 believe 相信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。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发明，有汽车，有飞机，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人的思想。所以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 mindset 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我们的 mindset 思维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，它能够成就所有你想要的事情，你一定要的事情，它一定会实现。没有能不能，只有你要不要。当然有很多人都会看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。我绝对喜欢摄影，我绝对喜欢艺术，但是在过程中，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，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事情。因为你需要不断的去进步，去学习，去改进，然后还要改变，做你一些平时你不做的事情，为了去得到所有的技术，为了去完成所有的任务，为了去跨越所有的挑战。那你需要有非常强大的内心，在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候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遇到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。我们喜欢的是我们的目标达成的那一个时刻，我们喜欢的是我们的梦想完成的那一个时刻，我们喜欢的是我们想象到我们实现未来美好的那个画面。但是在那之前，其实所有的画面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美好，但是你必须知道那个是必经之路。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你不能够现在就能够想象得到，但是当你在做的过程中，你会面对。而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，然后你是放弃还是你继续坚持和相信。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竹子 bamboo。 那竹子的成长过程非常的特别，它和我们的梦想是一样的。竹子用4年的时间，只是成长了3个 cm， 就是非常的小。那4年只成长3个 cm， 但是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呢，它以每一天30公分的速度疯狂的生长。然后在6个星期后呢，它成长到了15米高。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它在前面的4年呢，不是向上，而是往下面去扎根。它的根往下延伸了数百平米，让它非常的结实稳固了之后，第5年它就会起飞。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努力着做着我们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们要去实现我们的梦想的过程里面，其实和竹子是一样的。那其实这个也叫做竹子定律。那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学习。我们在过程中，我们看不到成果，我们可能会埋怨，我们付出的东西我们看不到成绩，我们可能非常的努力，但是其实
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是在为我们未来去扎根，为我们的梦想去扎根，去把地基打稳。然后当天时地利人和，当时机到的时候，你继续在坚持，直到那一刻，你会真正的往上爬。所以呢，这个定律你会看到，你喜欢的部分是在他第5年的时候疯狂成长、往上升的那个阶段，那个是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画面，那个是我们喜欢的事情，那个是我们向往的事情，那个是我们想做的事情。但是其实我们在那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承受的是，用了非常多的时间、精力和努力，它可能就只有3公分。那这3公分，你能不能熬过去？你能不能坚持过去？但是如果你开始怀疑你的这个努力只有3公分，那可能你就放弃了。那可能其实那个时候你是在第4年，那第5年你就会看到成果。可是你在那之前可能还差一点点，所以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，他们就实现不了心中的梦想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你在下方留言。你有任何想学习，任何希望我分享，包括影像的知识、摄影的东西，或者是关于目标、关于梦想，或者是关于如何克服各种的挑战，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，我会每一个都去看。我希望可以借助我的经历，给你们更好的答案和一些启发。我呢，依然在梦想的道路上，我希望你们如果有梦想，和我一起在这条路上奔跑。所有的成就都需要积累，要忍受煎熬，要耐得住寂寞，坚持坚持再坚持，直到成功的那一刻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我最感动的舞台。每个人都有梦想，你要维护你的梦想。2019 Cultural Achievements category winner is Kedas Heng Zifeng. Congratulations, Kedas Heng Zifeng, for winning in the category of Cultural Achievement of 2019. 我要感谢我的老婆 Kelly。13年来，我们一直努力，奋斗，在这个艺术文化领域，非常不容易。我们面对很多问题，很多挑战，然后我们经历各种的困难，然后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。所以如果没有我的另一半，我的老婆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站在台上。所以谢谢 Kelly。好，我要谢谢提名我的那位非常棒的导师，就是 Dr. Kelvin Q。很感恩10大杰出青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去想过，但是就是因为接触了他，然后他告诉我，其实你可以去努力争取这个 recognition 这个奖项，当然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来参加，然后他给我很多的建议和指导，然后怎么选 category，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大豆，感恩欧一家人每一个人的支持和爱戴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每一个人，到现在我都非常的感恩。然后这个舞台，我想借这个舞台，我的孩子就是很小，但是我希望以后他可以看到我在这个舞台，跟他说这番话。每个人都有梦想，我希望你以后要保护你的梦想，
不要让任何人去嘲笑，或者也不要管任何人告诉你什么，你要维护你的梦想。很多做不到的人，他会告诉你，你也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你只要相信你自己就可以。所以你一定也可以比爸爸做得更好。还有谢谢我的团队，谢谢 Amazing Group、Amazing Heroes， 我真的非常的爱你们。我希望我们一起让更多人和我们一起去创造幸福，让我们的身边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幸福，在他这一生中。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 ，Very good sharing。Congratulations, Kedas Heng Zifeng, for winning in the category of Cultural Achievement of 2019.很开心，很感动，来见证这一幕。很恭喜今天我们的 Keda 世界级的摄影大师 Keda G，OE 米人 A 的家人 Keda 拿下马来西亚10大杰出青年，拿下今年的10大杰青，马来西亚10大杰出青年，马来西亚10大杰出青年的这个奖项，荣获了这个文化领域上的10大。当然最开心的就是见证到我老板 Keda 得到10大杰出青年奖，感恩很幸福。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在努力前进。我的好兄弟和 Amazing 继续创造更多幸福的作品，因为他引以为傲，以您为傲。10大杰出青年，Amazing！